Rich， 之前我们讲过的 Magnificent Seven 美股七雄，最近都涨了很多啊，特别是那只丑小鸭特斯拉，最近也涨了。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更新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现在还能买吗？那 Tesla 到底会像 Nvidia 台积电那样越涨越有呢？还是只是会昙花一现之后又继续跌下去呢？我相信你详细的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心中就会有个答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最近的技术分析走势。最近 Tesla 呢重新站回到了200天线以上，并且呢是突破了一个很关键的阻力。现在可以说它重新回到了 Stage 2， 一个长期上升的阶段。那为什么 Tesla 最近会涨这么多呢？其实我看到它背后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跟现在的市况也有关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标普500是处在一个长期上升、长期破新高的阶段，但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市宽没有改善，甚至是有一些恶化的。那关于什么是市宽的话，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回看那一期的视频。现在我们回到 S&P 500，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况呢，代表什么呢？就是市场里面的资金，他们是更精挑细选的去筛选股票，他们不会去买一些没有良好基本面的股票，也就是说，他们会把资金集中的放在一些有盈利保证的大型股票。所以最近涨得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大型股票，而当中 Tesla 也是一个大型股票，而且它也是能够稳定盈利的公司，所以 Tesla 也在这里受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觉得 Tesla 真正涨的最大原因，也就是现在市场呢重新定义了 Tesla 这个公司。 We're not just opening a new chapter for Tesla, we're starting a new book. Okay. I just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hot damn, I love you guys. 最近马斯克总是在画大饼，他除了提出估值能够达到5到7万亿的 Robotaxi 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愿景。未来的 Robotaxi 呢，可以完美的结合共享单车那种灵活共用的精神，再加上 Uber 那种高效率的出行网络。 The most accurate sort of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of autonomy is Cathie Wood's ARK Invest. If I recall correctly, they predicted somewhere over a $5 trillion valuation for Tesla just based on vehicle autonomy, not counting Optimus. Yeah. It'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like Airbnb and Uber to some degree. So like there'll be some cars that Tesla owns itself in kind of like an Uber fashion. But then for the fleet that is owned by our customers, it will be like an Airbnb thing. You can add or subtract your car to the fleet whenever you want. 在他的愿景当中，车主呢，他是拥有高度的主权，并且可以为自己的 Robotaxi 设置一个自动化接单和应用，24小时无间断的可以为车主赚钱。那最终呢，这个车带来的收益会远远超过买车和保养的这个成本。那巴菲特有说过，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睡觉也能有被动收入的方法，那你就会一直工作到死的那一天。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哦。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后你就躺在家里 ，Robotaxi 可以为你创造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那你想象一下，躺在床上赚钱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呢？那这还没完哦，马斯克他还画了第2个大饼，就是人形机器人 Optimus。 I think the build rate will be probably something ultimately like $1 billion a year, humanoid robots. Like actually. And if Tesla just has a 10% share of that, and it might be a lot more than 10%, and there's, if we make like 100 million Optimus units a year, Tesla would basically make about $1 trillion of profit a year from that. So, yeah. If the price earnings multiple is, say, I don't know, 20 or 25,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would mean a $20 trillion market cap from Optimus alone, and probably 5 to 10 from autonomous vehicles. So, I think it's actually conceivable within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for Tesla to achieve a valuation 10 times that of the most valuable company today. 他宣布 Tesla 目标是年产1台人形机器人，并且呢，目标是占据市场份额10%以上。他还说到 Optimus 估值25万亿的美元。25万亿美元啊，那不就等于是8个 Nvidia 的市值啦？那还只是特斯拉的其中一个新的业务哦，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卖愿景比细节更重要呢？没有人会像你那样很注重那个细节啦。当然，只要有足够的人相信，冲进去买特斯拉的股票，它真的会到25万亿市值啊，甚至更多啊。在投资市场里面有好多种的人，其中有一种就是只要相信有更大的傻瓜出现，用更高的价位跟你买现在手上的这样东西，你就可以先做这个傻瓜，把这样东西买入，等待那一个更大的傻瓜出现。当然，我就不愿意做那个傻瓜了。天才與白痴，你知定我知，天才與白痴，冇咁易會知。你刚才提到的巴菲特，其实他是一个著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就是说，我们在买一个股票的时候，我们要看这只股票现在的价格、股价跟它背后的价值来做一个比较。我们要买的是价值高于价格，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是打了个折，而且呢，这个打的折要越大越好，起码要有一个叫安全边际的折扣。这样的话，我们买入才会更有保障，不会高追了，明天股价跌下来了，那我们就损失了。当然，我们买了之后，便宜的股票可能会是更便宜，但起码我们是拥有了这家公司未来赚钱的那个价值。你刚才所说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在中国，百度也是做到自动驾驶当中的领先者，它的罗伯快跑已经在51个城市里面有试点了，最新到上海都能去乘坐罗伯快跑了。我是去年到广州亲自去感受了一下，的确是非常的先进和安全的。那我也同意，如果未来的出租车不需要有司机了，那对出租车的营运效益会有很大的改善，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它的盈利。所以现在罗伯快跑可能距离全国推出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相反来说，百度现在的股价还是创了新低 ，Price to Book 市占率还不到1，也就是说我们买它是低过成本价来买这家拥有这么多科技，除了罗伯快跑，还有生成式的 AI， 还有在搜索业务里面做到垄断的，有中国谷歌之称的公司了。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去买百度，但是相对特斯拉或者谷歌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百度真的是便宜打了个折扣啊。巴菲特和他的拍档查理芒格就是在低位的时候大量的买入了比亚迪，当时的比亚迪还没有开始造电动车，而他们买入的价格是非常的低廉的，结果是赚了好多的钱。Never helped do anything in Berkshire that was as good as BYD, and I only did it once. Our $270,000 investment there is worth about $8 billion now, or maybe $9. That's a pretty good rate of return. 所以最好的投资是在一个股票还没有被市场发现之前，用低位买入，这样的话分母小，以后赚的倍数就会多了。你刚才讲百度这个股票啊，它现在还是处在 Stage 4。一个长期下跌的阶段，到底什么时候调整完了，我们还不知道啊。但是你看一下 Tesla， 最近是刚刚踏入了 Stage 2， 一个长期上升的阶段。那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股票的周期它是有分4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做造底期，这个时候呢，股票都在一个底部横行的阶段，而这个阶段通常都是那些聪明钱在默默的买入。那看上去是不是很好啊？我在第一个阶段买入，那不就赚了最多的钱吗？但其实这里是有个陷阱的，你不知道这个调整期什么时候结束，你在 Stage 1 里面买入，它有可能会继续跌下去。第二个阶段呢，叫做长期上升期，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机构投资者买入这些股票，上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散户可能开始关注到了这个股票，他们又会去买入这个股票，造成一个长期上升大于下跌的趋势。第三个阶段呢，叫做造投期，这个时候
啊，第一个阶段的投资者他是赚了很多的钱，他们赚够了钱之后就开始在高位派货，而在这个阶段买入股票有个危险，就是你有可能会高追这个股票，并且呢，有些散户看到，好像在高位调整之后便宜了不少哦，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捞底，这个时候呢，那些聪明钱已经在逐步的离场，并且也有可能会踏入到下一个长期下跌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下跌趋势，并且股价下跌的波幅是完全的大过上升的趋势，而很多的散户可能就在这里被套住了。如果大家对于股票的4个周期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专门为你拍一集讲解股票的周期。那其实刚才 Rich 带出的就是投资有不同的风格。Rich 所说的趁着第2个阶段买有上涨趋势的股票，我们称这些叫趋势投资者。像我这种喜欢低捞的，在第1个阶段买入去等待股票上涨的，叫做逆向投资者或者价值投资者。2个风格成功的人士都有不少，那你们又喜欢哪一种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其实买股票不是赌博，采用哪一个风格都需要学习，但是一般的人买股票像赌博一样，这是其中一个散户输钱的致命伤。而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还有其他9个是带来更大的损失。为什么有句话说10个散户9个输，还有一个时辰未到？为了大家避免这些致命的错误，我准备了10个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觉得哪一个错误是最致命的，或者你以前犯过的，现在不再犯了。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散户犯的10个致命的错误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赶快去看一下这个限时免费的教育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